谢谢谢谢，Hello，大家，我叫黄一锦，呃，我最近有点想谈恋爱，啊，但是我总碰到那种特别装的人。我前天刷社交软件，有个男生给我发来一条消息，他说：“Hello，I'm from Hong Kong。你是哪里人？”我说：“你装什么呀？虹口还得打英文。”大学接触过一个男生，就有点装，老跟我说想过那种不被定义的人生。大二跟我说他要退学，说觉得大学正在摧毁他。后来我一打听，说是他老挂科，大学要开除他。还跟我聊情史，说他自己受过伤，不敢动感情了。但他原话是这么说的：“他说曾因酒醉鞭名马，不敢多情泪美人。”我说：“这不是喊麦吗？这我咋接呀？你不敢多情泪美人，我抽烟只抽宣赫门。”天天跟我聊什么独立音乐、哲学、文学，我感觉聊这些就是男生勾引女生的一种手段，是吧？你就感觉他跟你说这是康德，这是弗洛伊德，这是沃士、沃德。我现在有时候也能理解一点吧，我觉得这些行为就是装啊，聊哲学，想营造一种神秘感，想让女的对他好奇。我经常感觉女的一旦对有些男的产生好奇啊，女的就要开始倒霉了。有些男的一旦对女的产生好奇呢，女的就要开始倒霉了。有一天他开车送我回家，但是过程里我是发现了这个人一些优点啊。第一个优点就是他有车，第二优点他是个很温柔的人，他会很温柔的提醒我系好安全带，然后再去别另一辆车。那天我们那个车刚上高架的时候，被一个司机变道超车，可能不小心别了一下，其实幅度很小，我都没有注意到。但可能因为他车里放的是那个《古惑仔》的主题曲，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，就是那个“叽喳风滚哦”，没错。这个男的情绪一下就上来了，一脚油门狠狠别了回去，给我吓傻了。他是从车的右边别的，撞就先撞到我，刮就先刮到我，甚至那个司机骂有病吧你，先有病的也是我。但这个事儿如果就到这儿结束了也还好，但他不知道下了高架是一个红灯，那个司机把车整个横在了红灯下面，拦住了我们的去路。那个司机走下车，靠在车门上点燃一支香烟，看向我们。大哥长得跟孙红雷一模一样。我俩在车上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出声。车里唯一还敢出声是那个音响，但音乐已经从《古惑仔》的主题曲换成了片尾曲，就是陈浩南和他女朋友被人活活打死的时候放的那段音乐。我抬头看了一眼那个红灯，99秒，孙红雷朝我俩走了过来。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。这个时候，这个男的按下了车窗，我这边的车窗。我那会儿特别怀念90年代那种手摇把车窗。那我真没招了，孙红雷过来骂骂咧咧让他下车，我也怕他俩打起来。大哥都站我这边了，我怕大哥越过我打他的时候亲到我。我就只能劝我说：“你千万别下车，千万别下车。”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男生另一个优点，很听话。我看那个手从方向盘上缓缓滑到安全带的卡扣上，但是不按，但是呢也没有挪走。我后来想了很久，他为什么这样？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啊，是怕我按，他挡在这儿了。我看这个架势，我也指望不上他了，我就开始跟大哥求情，说好话。我说实在不好意思，你别跟我们一般计较，我们岁数小不懂事儿，他脑子有病。看康德。那个大哥可能看我态度好，也没太为难我们，骂了2句脏话，开着车扬长而去了。车上就剩我们2个人，太尴尬了，死一般的尴尬，尴尬的向我们大哥喊回来，能不能把我也带走？剩下半个小时，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，直到把我送到我家楼下，憋出了一句：“要不是你，我就下车干他了。”这个事儿之后，我一直在想，我觉得这种很爱装的人啊，他真的是很需要一个伴侣。一方面，保证他装的时候有人看；另一方面，保证他装的时候不挨揍。
他要是跟我结婚的话，是必须上交工资的。他交的不是工资，是他的保护费。你交了这个钱，我坐你副驾上，下次你再装马上要挨打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劝我说：“老公别生气，老公别下车，老公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不交这个钱，我说老公，他骂你。”讲到这儿吧，谢谢你。哎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大卫。跟大家聊聊我妈。刘大卫不是我的真名，是我的艺名，倒不是说讨厌我的真名，寓意倒挺好的，也是我妈给我起的。刚出生的时候，希望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给我起了我这个本名，但主要是太尴尬，跟我形象太贴切。我本名叫刘欢，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想长大。哎，倒不是那种生理性的长大。我今年31岁，看我的脸也能看得出来，早就超额完成任务了。是那种社会性的长大。我妈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人，我很爱她，但有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跟她平等的沟通。她直到现在依然会用那种约束孩子的方式去约束我，让我觉得压力稍微有点大。过年，躺沙发上放松一下，看会儿电视，觉得我的体态不对，你就好好说好商量，不非要用那种命令的语气。坐直了。躺床上玩手机，坐直了。哎，看见有人躺着就让人坐直了，我都担心他有一天去参加别人葬礼。而且你服从他的第一个命令，他也不会满意的，只会有无数的命令等着你。你在那儿趴着，让你坐起来，坐起来，让你坐直了，坐直，让你挺胸抬头，3句话给我说净话了。有的时候他甚至命令不动我，甚至会绕过我，直接命令我的器官。你们见过有人跟器官说话吗？我躺床上玩手机呢，我妈一推门进来，眼睛。谁？还能单找他吗？你希望他怎么回答你呢？眼睛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指望叫一个器官的名字，就希望它发挥正常的作用，对吧？没用的，不可能说领导扣我工资了，我良心。我好歹还有眼睛呢。但确实在家里待着不是很自在，所以挣钱的第1个月我就搬出去了。哎，在自己的家里自由，我甚至有点飘了。我甚至开始学习做一个体面的大人。我甚至跟我妈说：“我说妈，有时间来我家坐坐。”朋友们，客套是一种陋习。真来了，压力超级大，因为他每次来，他都特别喜欢把我家改造成他喜欢的样子。你知道什么是他喜欢的样子吗？就是我不喜欢的样子。感觉她不是我妈，她是梦，因为梦想改造家。我那个屋子其实装潢的非常极简风，我妈一来，不知道从哪儿变出几块白色蕾丝花边大布。你们见过那种布吧？哎，你都不知道从哪儿买。沙发枕上一盖，茶几上一盖。哎，这些我都还能理解，你怕脏，你电视顶上盖一块啥意思呢？你要我娶她呀？我每次看那个电视，我得把那个盖帘挑起来。我说怪不得，我小时候看电视时间稍微长一点，我妈就说：“哼，你长大了跟电视过去吧。”我最受不了的一点。就是他经常会打着你不会过日子的名义，把他的生活方式强加到我身上。最难受的一点就是他特别爱往我家的洗洁精里兑水。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长辈有没有类似的生活习惯，因为他觉得原装用太浪费了，所以要兑水扩大它的体积。他都不是说这一瓶快用光了，剩个底儿，灌水物尽其用，用光掉。
他是买一桶新的，不是浓缩的啊，普通那种新的，找一个单独的瓶子，调配1比200，你知道1比200什么概念吗？就是我可疯了，我甚至可以直接喝了它。我家的洗洁精别说不伤手了，都不伤胃。每一次快用光了，我妈就跟那个调酒师似的，找一个空瓶子，叭叭一对的。鸡尾水。我去外地上大学之前，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洗洁精。我第一次去我同学家玩，我才发现那玩意儿居然可以是粘的。有时候甚至我不在家，我妈都会来收拾屋子、盖布，然后走之前给洗洁精灌满水。哎，一点招呼不给你打，灌完就走了。我有时候出差回到家，一用那个洗洁精，那个触感挤到手里，我说坏了。哎，家里进妈了，家里进贼你可以报警的。家里进妈你怎么办？你怎么跟警察同志说？警察同志，家里进人了，丢什么了？丢什么？洗洁精的精被偷了。我甚至因为这件事搬过家。我不把地址告诉你总行吧？问我住哪儿也不好好问，你很难相信能从一个母亲的嘴里听到你别让我知道你家住哪儿啊！我也尝试沟通过，我说妈，我也是个成年人了，你尊重一下我的生活方式好不好？你不要把你的个人意志凌驾到我之上。但很难沟通，可能母子关系就是这样，因为他拿你当孩子。所以你的任何拒绝、不喜欢、不要，在他看来就是小孩子耍脾气，就是撒娇。你对他 say no， 在他听来是 say no 的嘛 so 那加那的。但可能这就是母子关系的症结所在，因为他拿你当孩子，所以他觉得他有权利、有义务去管你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你是他的一部分，你是他的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。有的时候你能从他话里读出这种潜台词，别说你了，你的器官都不属于你，是他借给你的，你得好好用，因为你如果不好好用的话，他会拿回去，他会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机，旁敲侧击地问你说，你那个眼睛还要不要了？所以到底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大人呢？我有时候在想，我说是不是一开始我搬家从家里走出来，不告诉他地址，从一开始就错了，因为一个课题不会因为你逃避就消失，它只会不断的出现，直到你给出新的答案。我今年终于鼓足勇气，第一次带我妈去旅游，在此之前她完全没有见过我那种非常熟练的搞机票、住宿、酒店。那是我第一次从她嘴里听到，儿子，我以后不用为你操心了，你已经是个大人了。但那天我妈反而挺紧张。因为第一次坐飞机，不知道该干嘛，跟个小孩似的，非常慌乱。空姐跟他说话，他也听不明白，只能来问我说：“哎，儿子，那个他让我整什么靠背是啥意思？”我说：“嗨，坐直了。”今天我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刘大卫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叫小爽啊，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工作确实是个导游，感觉现在导游工作还不太好做了，网上全是骂们的。现在这些导游都是黑导游，他们经常打游客，偶尔有时候也打不过。怎么可能经常打游客呢？因为真的我带团带这么多年了，我看到的都不是导游打游客，是游客互相打。一般是情侣或者是两口子，因为一点小事就可以打起来，大打出手，是吧？我之前带过一次团，是带着一对夫妻去一个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，两个人就因为一点小事骂起来了。骂到缺氧，然后把氧气罐给他们，一边吸氧一边骂。那是我深刻的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不幸的婚姻让人感到窒息。其实我也挺想结婚的，但是我看过那次以后，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好像不太适合婚姻。我反思过一下自己的身上有很多问题，比如说我这个人抽烟、喝酒，晚上睡觉磨牙、打呼，我打呼特别厉害。
我不用婚姻，我自己就能窒息。我很害怕自己这些缺点会给自己的伴侣带来困扰，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会过来安慰我，他说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如果对方爱你的话，他就应该接受你所有的缺点。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爱你了，都不给人家吃点好的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接受你所有的缺点。我说这句话是不是说反了呀？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，你就不应该让人家接受你所有的缺点，你应该让你讨厌的人接受你所有的缺点。我老板才应该接受我所有的缺点。我婚姻我都想好了，以后我结了婚，我就应该白天跟我女朋友生活，晚上我去找我老板睡觉，还加班，让你感受一下群众的呼声。真的很内耗，很焦虑这个事儿。回家以后，哥跟我喝酒，还在劝我，他说：“就是配得感太低了。但别人对你好，你就应该学会接受，啊，提高一下自己的配得感。”我说：“别人对你好，你不应该感谢吗？你学会接受，那人家对你好图啥呀？就爱吃苦，所以才找的你。那你是个胆呀！你一个胆有什么好骄傲的，对吧？你一个胆有什么配得感？”就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天天吃苦，他有资格出来炫耀，他可以有配得感。你不能说那个胆跳出来，他就爱舔我。我能理解大家都喜欢优秀的人，但大家都喜欢优秀的人，那我们这些缺点比较多的人谁来喜欢？我就觉得优秀的人应该喜欢优秀的人，你们可以拿优点去匹配对方。那我们这些缺点多的人就应该用缺点来匹配对方，对吧？哎，你两个人有同样优点的时候，可以做到相互欣赏。但是两个人有同样缺点的时候，也能做到谁也别嫌弃谁，对吧？你一个人打呼就是打呼，俩人打呼，对吧？同频共振。我觉得这也是好的感情。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？啊，当时说有一个大姐出门逛街闯红灯被车撞了，然后给自己老公打电话，老公心急如焚，匆匆赶到现场，闯红灯被车撞了。网友都在那儿骂，没有素质，只有我知道爱情。那两个人就是闯红灯，他俩甚至倒在了同一个红绿灯，你知道吗？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，哎呦，太浪漫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泰坦尼克号跟他俩有什么区别？就是交通工具不一样嘛。你把人换一下，说的台词都是一样的。Rose， 优撞嘛，爱撞嘛。之前谈到过一次这样的恋爱，我前女友就是这样的人。我前女友跟我一样，缺点很多，我俩都是喜欢抽烟喝酒的人。我俩认识都是在网吧认识的，打游戏认识的。哎，我觉得网吧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相亲、谈恋爱、约会的地方。你可以在网吧里边看到你另一半最真实的样子，你就带他打2把排位赛。这排位赛输了骂人，素质低；排位赛输了不骂人，段位低。我跟我前女友一个素质低，一个段位低，是吧？我俩属于一见钟情型的，打2把游戏很开心，晚上就约会，找了一个烧烤摊说喝点酒。啊，聊得非常开心。通过聊天，我发现他跟我一样，不光喜欢抽烟喝酒，啊，什么不爱工作，啊，不爱学习，爱上网，不爱做饭，躺在家里点外卖。我都开始幻想我俩结了婚以后一块瘫痪在床上的样子了，你知道吗？后半夜的时候喝酒喝多了以后聊那个天，跟聊得乱七八糟的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？他说数学。我说数学也太小众了，高等数学嘛。他说15、20。那你会吗？我说我不会，但是我可以学一学，是吧？后来我就开始拼命的追他，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才能做到那种真正的放松，不会焦虑，不会内耗，不会瞧不起自己。开始拼命的追他，投其所好，喜欢什么送什么。他喜欢抽烟喝酒，玩命的给他送烟送酒。每次去他家我拎着烟酒，他家邻居不知道我是在追他还是在追求他的父亲，知道吗？进展特别快，大概过了半个月左右，他主动约我说来我家喝酒吧。啊，来我家喝酒比较放松嘛，外边下雨，哎，真的那也是那次我去跟他告白，我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。这两个人在家里边喝酒放松到什么程度？就放松到我俩喝酒喝了一半的时候，当着我的面放了一个巨响的屁。我当时还觉得怕小姑娘有点尴尬，我心想才认识半个月，人家姑娘可能脸皮有点薄，不好意思。他没有，他一看，响不响？他问我响不响，知道吗？就我知道情侣之间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，人家问的是你想不想我，他问的是我想不想。我说我能怎么回答？我说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啤酒瓶倒了呢。
他看我在那儿愣了，他觉得我有点尴尬，然后还过来挑衅我。他说：“你会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会，但是我可以学。”讲这儿，谢谢你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戴维，我今年已经37了，这整体状态就是迷茫。都说40不惑，我现在是惑，真的时代发展太快了，感觉每天都在飞来横祸。自媒体我就看不懂，也跟不上。你知道前几年就脱口秀演员开始做自媒体，把自己演出视频发到网上，当时我觉得他们都疯了。你这么搞，谁还会买票？然后付航就火了。我真的反应太慢了，刚学会写内部梗，付航都已经不来了。我最近才想明白这个事情，还是得做自媒体。但赛道已经很拥挤了，在考虑做团播。会跳的不多，有一点机械舞的基础，想模仿春晚机器人，刷一个礼物，讲一个段子。大概就是这样。马路上压扁的老鼠是猫的薯片。想到趁春晚这个点都已经端午了，真的跟不上这个时代。我感觉怎么我越长大要学的东西就越多，然后现代人的生活也没有在变简单。逼得我整个人变得很叛逆，停车费不会积分抵扣，我就付原价。每年退税算不清楚，你就扣吧。去看病医疗保险填不明白，那不看了。我真受不了，而且我自己事情还没学明白，小孩的事情已经摆到我面前。之前给我小孩报小学，我以为填个申请表就好了，结果又是公众号、小程序，又要电脑网页，我连那个报名入口我都找不到。我都开始怀念传统社会了。传统社会，我只需要带小孩去给校长磕个头就可以了。那小孩还要打疫苗。我对疫苗所有的理解就是，只要小孩吃过糖丸，胳膊上有疤，哭得足够惨，那就齐活了。我小时候主要是靠感染一次，是自己产生抵抗力。我小时候也没有水痘疫苗，没有关系，我有同班同学。但现在疫苗也太多了啊，每一针间隔时间也不一样，很怕疫苗漏扎了，但又不能一次性打完，更怕小孩扎漏了。去了诊所不知道打什么，什么乙肝，什么流脑。我说疫苗能欧玛卡莎吗？真的太新潮了。而且为人父母，你总是想给小孩生活一个保障。那就还得会投资理财，我也不会。别人聊天都是什么仓位、杠杆，就专业术语，我只听得懂一个上天台，啥也不懂，也是不赶趟。当我听说大家都在买黄金的时候，他已经1200了，果断入手。就是这样学会了上天台啊。好像大家对中年人的期待都是必须会投资理财的，我还是很抗拒，潜意识觉得都是骗局。可能是因为以前上过当吧，当年那个理财产品叫“妈妈先帮你存起来”，其实我爸妈也不太懂这些，可能我跟不上也是一种遗传吧。前几年他们在这个房价疯涨的时候，没有选择买房啊，跑去炒股，然后套牢。吃尽时代的黑利，我一直有点抱怨，那房子多好，怎么不知道买？我就去买了。在21年的时候，以5.2的利率，一下子跟父母和解了，还是找爸妈要了首付，靠父母的托举给我举到最高点。总是跟不上，就会一直在踩坑，然后在坑里面学习。我适合在秦朝当读书人。我怀疑秦始皇他也是学不过来，所以才会掀桌。难学，那就都别学了，烧了吧。但如果非要说跟不上有什么好处的话，那就是有人会说我有少年感。
他们不知道我清澈的眼神来源于无知。你懂得不多，不敢教别人，就没有爹味。那我从来不说让我来考考你，我都是答案能不能借我抄一下？从来没有教过别人，今天也是第一次啊！衷心建议各位年轻人好好学习，好好发展，然后答案借我抄一下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戴伟。嗨，晚上好，我是黑灯。上个月有观众看我演出买票被骗了100多万，碰到骗子了，做了一个假的大麦网，几乎一模一样啊，说要身份验证一下，跳到支付软件扫了个脸，10分钟169万，169万就为了看我一眼，你感觉给我都能把我治好了，我都能看他一眼了。这个数字啊，是他朋友发私信告诉我的。说钱大概是追不回来了，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，你上节目写个段子宣传一下。我说这宣传了个啥呀？这有个人特别有钱，还很好骗，是吧？我说这样吧，因为你这么说的话，没有帮助到他嘛，对不对？我还是想弥补他一下。我说这样吧，以后让他别买票了，我这辈子所有的演出，他可以免费来看。他说你人还挺好的。但是我不知道他这辈子还想不想看演出。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，就他本来是有票的，也是2手收的。到入场之前，那人把他割了，说不卖给你，我自己要看了。他在剧场门口想收一张票，再收到那个骗子那儿去了。那想有没有可能前面那个人也是骗术的一环啊？对吧？有可能在我开票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布局了。哇，真的骗局太精妙了。不得不说，他还非常懂脱口秀，他还知道谁的票紧俏一些。他是卖刘仁成的票，没人上当。骗子可能是最希望脱口秀这个行业好的人，他巴不得所有人的票都卖完了，他没准会给我们刷好评，说家人们，小北的专场好评如潮，一定要来看啊。我写段子的时候，我去搜了一下，我发现一个数字真的震惊到了。说00几年的时候，你要能编出一套能骗到人的这个电诈剧本，能卖100万。10多年前了，你搁现在得300-400万了。这就是中国最顶尖的编剧的价格。细思极恐啊，朋友们！因为过去这几年电信诈骗最猖狂的那几年，正是影视行业走入寒冬的那几年。会不会最好的编剧早就去东南亚了？剩了些3流的编剧。你去看电影吧，你去电影院，你看有的电影得看1个小时，你才发现被骗了。这边剧情多快呀，10分钟啊，对吧？真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就觉得有点太可怕了啊！而且你发现每一个那个电诈的话术啊，也特别像一个精彩电影的开局。说恭喜你中了一张豪华游轮的船票，泰坦尼克号。啊，说赶紧来一趟，你儿子在海边失手把人给打死了，哪吒。而且现在会根据你泄露的隐私给你定制专人的剧本。我们的隐私泄露的太严重了，就都是这些平台泄露出去的。以前你想一个 ID 就能注册了，后来要你的邮箱号，要你的手机号，要的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过分了。我前几天点开一个 APP， 它要查看我家网络上的其他设备。你干什么？你一个放歌的软件，你干什么？你摸我家冰箱干啥啊？那黑胶是看上我家的牛柳了吗你啊？都是他们泄露出去的。我觉得平台就应该负起这个被骗的这个责任，你们应该全额承担，对吧？甚至我注册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先发给我一笔钱，我到死没被骗，钱再还给你，对吧？你都搞什么超前点播了，超前赔付怎么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没人听我的，就是，我就自己想一想。就怎么办呢？一遍一遍跟大家讲，买票一定要小心，
不要相信什么领导票、内部票，都是骗人的。一场演出不看不会死的，错过就错过了，错过了你就等。好的演出肯定还会返场的，不会返场的垃圾错过省钱就是。你真要有那169万，直接给我，我可以上你家给你演，我能把你家冰箱都演燃起来，你信不信？没办法，只能一遍一遍这么讲，因为反诈真的很难做的。这么多年，我见到过一个反诈宣传，在杭州看到的，小区楼下拉个横幅说3号楼王先生裸聊被骗28万，这个真能教育人，但只能教育到王先生一个人。王先生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裸聊了，但小区其他人不会觉得，他们不会觉得，只会觉得好笑，只会觉得王先生不会裸聊，我裸聊肯定没事儿。谁能不被诈骗呢？对不对啊？谁没人敢保证，我只能敢保证我不裸聊，我裸聊都不知道干啥。我的观点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是，没有人不会被骗，你只是没有碰到适合你的那个剧本。我调查一下，有没有那种朋友觉得自己这辈子绝对不会被电诈的？鼓鼓掌，我听一下，有没有？怎么会有这么多盲目自信的朋友？你们是最容易被骗的人。跟你说录综艺，给个链接你就敢往里点啊！陌生手机给你打电话，你真敢接呀？你们胆子是真大呀！吓不吓人？你自己想一想，吓不吓人？闵行区银杏广场集合，等半天来一大巴给你拉走，一上去签协议，手机还要没收。拉到荒郊野外，你不知道什么地方，给你关起来，开始先折腾2个小时，在那等半天，对吧？然后给你发一吃的，想放松你的警惕，然后开始折腾，一帮小丑上来给你们逗你们笑，对吧？搞到后半夜，凌晨1点了，困不困？眼睛都不敢闭呀！再一睁眼，园区。现在知道怕了吧？来不及了嘛，手机都交了。所以不要嘲笑那些就被骗的朋友们，我是觉得，对吧？因为每一个身处骗局之中的人，不会觉得自己正在被骗的，他得被骗完之后回头一看，哇，全是漏洞，当时怎么这么傻呢？你想想看，你在那广场等的时候来了个大巴，你会觉得你要上当了吗？你不会，你就会觉得我先上车。谢谢大家。来，让我先看一下这边的观众，再让这边的观众看一下我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普拉斯，中国 Sketch 教母。今天是黑灯 Plus 版。眼睛选对手之前还是好的。现在我和黑灯2个人凑不出一双慧眼。质疑黑灯，理解黑灯，成为黑灯。其实昨晚突发恶疾，角膜炎破损，然后发炎，现在睁不开眼。而且我本来的开场应该是大家看我这个样子，其实我身体很差。现在不用了，大家看我这个样子就知道我身体很差了。前几年生了一场大病，急性胰腺炎，差点进 ICU。当时在北京出差，下不了床，我打电话给我最好的朋友周姐，让她来救我。人在生病的时候，就是需要一个靠谱的朋友。周姐穿着拖鞋就出现了，她看见我整个人蜷成一团，烧到红温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的天，好大一只基围虾！”打车到了医院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如果一个女生生大病，医生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：最近有没有性生活？因为这涉及到治疗方案。医生问我最近有没有性生活，周姐说她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说周姐，你让我回想一下。周姐说普拉斯，你那叫回味。
根本不了解这个病。医生跟我说急性胰腺炎非常严重，胰腺是管胰岛素的。我还和他抖机灵，我说我知道，做人留胰腺，日后好相见。周姐帮我缴费回来，我跟周姐说，周姐我得了急性胰腺炎。周姐说，我的天，厉害。我问他这么冷门的病你也知道吗？他说啊，我姥爷就得这个病走的。住院昏迷之前，我拜托周姐最后一件事情，帮我找一个护工，毕竟也不敢真的让他照顾我。他帮我找了整个医院的最后一个护工。当一个人成为最后一名的时候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那个护工太瘦小了，他扶我去上厕所的时候，我还在扶着他。体温计也甩不明白，进我嘎吱窝之前就是39度啦。而且那个护工有一个别的护工都没有的特质，浪漫 ，romantic。当时我从昏迷中醒来，他乌溜溜的黑眼珠盯着我，跟我打招呼说：“你好啊，我叫王翠云，王是3横榆树王，翠云是天边翠翠的一片云。”我第一次见这种自我介绍方式，我说我叫普拉斯，普是2点一个亚，下面一个日，拉斯吐司拉拉的一小丝。王翠云每天晚上9点就要关我们病房的灯，我们病房10点才结束查房。读书的时候都没关过那么早，而且我们病房那段时间得了健康文明示范病房。怎么会有一个病房得健康文明示范病房？就像不会有一个精神病院得精神文明建设精神病院是一个道理。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关灯，王翠云说他不喜欢黑夜，因为离别总是在黑夜。他的浪漫注入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。我朋友来看我给我送的花，他会拆开一朵一朵的洗干净，插在我的床头和床尾。我就这么躺在那里，盖着白白的床单。王翠云说：“这样有没有睡得安心一点啊？”确实有安心一点了哦。他还好热心，不照顾我，但是照顾我们病房里面的另外3个人。说：“哎，你的点滴打完喽。哎，你要不要喝热水？哎，你该吃药了。”他管完你的，管你的，管完你的，管你的。他像我们病房的主理人。我朋友来看我的时候都问我，他说：“普拉斯，你是不是和他们 A 了一个护工啊？”王翠云每天下午6点要和我隔壁床的大姐出去散步看夕阳，说送太阳回家。她眼里没我，我现在眼里也没她了哈。整天想着往外面跑，我感觉我找的不是一个护工，而是一个老公。那段时间不仅仅得了急性胰腺炎，还得了焦虑性依恋。我看见王翠云，我就想问她，我们是什么关系呀？你可不可以只和我说话？你可不可以爱我？恢复得很慢。我说病房好拥挤，他说没有啊，4个病人1个护工。我说有大象，他说在哪？我看不见。我说你当然看不见了，你是我们这段关系的主导者。有一天早上5点钟，他把我叫醒，说和我一起去死吧。我说我们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吗？后来我才听清楚，他说和我去做核磁吧。人在关系里面就是听不清楚对方说话的。而且我不理解为什么6点半的核磁，他5点就把我叫醒了。我坐上轮椅的时候，我知道了他推不动我。我们从病房到负1层的核磁室，坐电梯就花了30分钟。最后的1个小时停在核磁室前那个长坡下一动不动。我没有说话，他在喘气。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我们俩的关系降入了冰点，所以我一回头看他，他就朝我微笑。我一回头看他，他就朝我微笑。但是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我的都不特别。我说这个轮椅有这么难推吗？他说你先下来。我从轮椅上下来，他唰就把轮椅推上去了，然后又下来扶我。他扶我的时候，我还在扶着他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我拥有了可以进入婚姻的勇气。
办完出院手续的时候是下午6点多，我走出去看见王翠云坐在那里看夕阳。我喊她，我说王翠云，她指着太阳说：“你看那颗夕阳像不像一颗乒乓球啊？”我不懂她的浪漫，所以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喜欢看夕阳。她说：“因为我们的医院在朝阳区，所以我在看夕阳的时候也在看朝阳。”哦什么？哎，哦什么？这对我的病情有任何帮助吗？但是也许对于王翠云有，她是一个每天面对生死的护工，也许浪漫是她的圣经。最后我没有投诉王翠云，因为我普拉斯做人留一线。我这几年看到太阳的时候，我会恍惚，分不清楚那是夕阳还是朝阳。就像我人生中很多瞬间，我分不清楚我在活着还是在死去。住院的8天让我想到了很多。其实感谢王翠云，如果没有她，我5天就能出院了。